这是银行头等的座位，我今天坐的位置是1K， 给大家先看一下我的座位，还是很宽敞的。那我们经过人已经上场准备拍摄喽。那我们给大家照一下中间的座位会像这样，中间会有2个座位，如果隔板打开的话，2个人的话坐中间的话也是很舒适的。那头等舱的话是有8个座位的配置。我们现在坐在座位上了，香槟已经来了。那现在起飞之前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几个重要的东西。这个香槟是蛮不错的，基本上银行的酒是没有问题，酒是很厉害的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菜单。那头等舱的话，当然也是可以 dine anytime， 就是随时都可以吃。对，那今天的餐点部分的话，前面可以选的有一个是 amuse， 然后在 starter 的话可以选鲑鱼，然后有牛肉，然后有这个朝鲜蓟，还有一个汤，一定会点汤。银行的这个热汤都很好，今天是南瓜跟姜的汤。今天主餐不错，今天主餐有 grilled beef leg 牛肉，然后柠檬鸡，然后再就是鱼 halibut 就是蝶鱼，然后homemade 豆腐，这应该就是红烧豆腐，对，然后side dish大家都有，然后 dessert 的话有香草跟 coconut 的 cream brulee，brulee 应该不错，然后再就是巧克力的 espresso 的 cake， 然后 vanilla ice cream， 然后fruit， 然后起司是一定有的，他们有4种起司。然后轻食的话，就是有一些 couscous， 他们英国人就是每次都有的 couscous， 就是那个非洲小米的部分。然后再有那个鸭肉的部分放在起司上面，然后爆米花，然后它就英国一定有 chips 嘛，对，然后再就是巧克力的 truffles。然后 light meal 的话，随时都可以吃的有 smoked cod， 就是熏的鳕鱼，然后一样 couscous salad， 然后再还有这个哦，所以降落前还有一次 grilled beef fillet， 所以可以吃2餐牛排的意思哦。上次我是吃1餐鸭1餐牛啦，所以它这是2餐牛的意思。然后再有那个蔬菜的 lasagna， 然后提拉米苏，那饮料他们种类是蛮多的啦。我们看一下酒的部分好了，有2支法国香槟。我刚喝的时候不知道哪一支，好，等一下可以问他一下。我猜应该是第2支啦，因为那个是比较常见的。然后再来，香槟就有4支还有粉红香槟，香槟就有4支。白酒也有4支，红酒3支，然后甜点有 Sauternes 有 Port 2支，那白酒是各种都有了，就是 Sauvignon Blanc 啦，或者是 Chardonnay 啊，各有这个都有，纽西兰的、法国的、南非的，对。银行的酒单是蛮不错的，然后他们特调的就是 Gin Zin， 这个我还蛮喜欢的，就是 Gin Zin 的部分，对。然后这是菜单部分，然后再来就是过夜包。过夜包的话，这边的话是跟这个牌子合作，我们照一下。然后 first 好，那我们看里面什么东西哦。里面的话就是基本的有一个袜子、眼罩，这个银行眼罩不错，这个头等上的眼罩不错。然后银行都是这个 Elemis 的备品 ，Elemis 这个牌子。那当然就是有这个是刮胡膏，然后这是facial的部分，擦脸的牙刷、梳子。这个是好像是类似防晒的东西耶，然后还有2个，应该一个是唇膏，然后牙刷、牙膏、耳塞都有，整套都有，这是备品的部分。然后拖鞋、睡衣，等一下我会换上，对。因为今天就是大家头等嘛，就是总是要注重一下穿着，所以上飞机穿的是比较正式。那当然这样睡觉是不舒服的，所以等一下还是要换睡衣。对，反正他头等舱的话还是一个穿衣的礼节，因为反正上来都有睡衣可以换嘛，所以我就会这样穿的正式一点上来。对，然后给大家介绍。那目前这是刚上飞机用餐环境。那我觉得上海的组员都是比较亲切的。我自己 GGL 总共到就是我总共有4年的时间嘛，剩最后这1年又3个月。那我搭过蛮多次银行长程的航班。不管是伦敦、纽约啊，还是伦敦到香港啊，伦敦到上海，我最喜欢的线就是 BA168、169这一条线，就上海到伦敦。我觉得这条线的组员特别亲切，然后上海地勤的服务也特别的好。那 GGL 的标准流程的话，就是如果你是 Go Get List 的话，你在上海 check in 的时候，地勤就会通报主管，就是说GGL 抵达了。对，他没办法直接帮你办，一定要主管那边放行，他才能帮你办确认的手续。那当然就对你会特别的礼遇，然后帮你做很多的服务这样子。
那上一次的话，就是他直接告诉我说，哦，我们今天是有超卖的，没有意外的话，应该你会被升仓。上次，那今天的话，他也非常客气的告知我说，通常我的做法啦，我不会直接问说我今天会 upgrade 吗？我不会这样子问，因为我通常就是我付费升我也没有问题，所以我就会先说，请问今天付费升头等的价格是多少？那上次我这样子问的时候，他就说，哦，你先不急，就是今天应该蛮大几率会帮您免费升仓。那如果真的没有升的话，登机口再付费也没关系。那我就说，哦，好，那你帮我备注。那今天的话，他就告诉我说，报了一个价钱，一样7600多人民币，价格跟上次是一样的，所以这条航线好像是固定就这个价格，就7000多，它台币3万多块升头等，我觉得是划算了。然后他今天告诉我说，我们今天商务舱是满，但是没有超。我觉得他们这点也蛮不错的，就是我蛮喜欢他们这种说话方式，就是西台湾啊，他们就会很直接的告诉你说可不可以做。对，他就告诉我们今天满但没有超，所以应该升等几率不大。那我就说好，那我就付费，现在马上帮我升。他就立刻帮我办理。我觉得这样子也挺好的。我就拿个比方举例子好，因为现在登机前还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。就像那个买爱马仕，在台湾的 sales 就是永远不告诉你配货还要配多少，就是跟你讲说，可能还不够，你还要再买；可能还不够，你还要再买。但是他不会把底牌告诉你，不会告诉你到底要买多少。你就是一直买，所以每个人买多买少真的不一样。你就是一直买，一直买，然后等待有一天他控制你说，哦，你可以拿 B， 你可以拿 K 了。对，可是这种不确定感就是我个人不喜欢，因为那我到底还要买多少？对啊，在西台湾就不这样，像比如说你去澳门 ，sales 会非常大方，直接告诉你说多少钱，你一定要花多少钱就给你这个包，会明码直接告诉你。那我觉得这样子也很好，因为你明码直接告诉我说，那我还要买多少，我就是掐指算一算，我预算够不够买，可以我就配，不可以我就走人嘛，不用浪费大家时间嘛。而且他会直接告诉你说，你先告诉我你要什么包，他先查他有没有。如果他没有，他就可以说我没有，今天你让你明天再来。台湾不是哦，台湾是不管有没有都会跟你讲说你先配，但东西他现场有还是没有，他不会告诉你，很烦。所以你就是永远就是一颗心悬在那边，然后他永远就是你下次来你再买，然后你再慢慢累积，就是这样。但是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方式，对。所以像这边柜台也是一样，像台湾的话也不会告诉你，那这边的话就会告诉你。像他今天跟我讲说，哦，今天就是我们今天是卖完是满的，那我用 Xfly 我 Xfly 有看过，是卖完没有错啦，头等还有3个位置，所以我知道是满的。他说，哦，那今天没有超，那我就说那我就知道意思了，就是这样就不会升。他说，哦，如果有超，您会是第一个升等的，就规则讲得很明确嘛，那这样就很清楚啊，就是规则告诉我说，如果有满你就会第一个升，那今天就是没有满嘛，没有超嘛，那我就说 OK 好，那我就付费升，那这样也挺好的。对，所以大家如果我之后不会维持 GL 啦，因为太难了啦，对，因为不背死英国太难了，没有 BA Holiday， 没有英国的信用卡太困难了，对。那如果还有其他看频道的，假如还维持 GoGoLace 的话，非常推荐你搭这条航线，因为我觉得这条航线的服务非常的好，餐点也很不错。那我们等一下再慢慢介绍喽。现在已经顺利起飞了，那我们就利用等餐的时候，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那个收纳的空间，还有硬体座位的部分。那首先的话，这边就是一个基本的放耳机的一个空间，然后座位的右边就有一个像这样子的一个收纳的空间，我里面下放了一瓶水。那里面的话，充电插座也都是有的，有2个 USB-A， 然后有一个是一般的插座。那这毕竟不是最新款的产品，所以上面是没有 Type-C 的。这边的桌板上能放置的空间也算多。对，然后这边的话还有一个空间是在萤幕的下方，对，这个可以翻起来，所以要收纳东西的话也是足够的。然后再来的话就是一个放夹克的地方，这边一样是有一个可以放外套、放夹克的地方，就会像这样。这个座位的话，大致的大小就是可能就是比一般的商务舱大一些啦。这一款就是被人家笑称说是全世界最佳商务舱的头等舱，就是这一款的机型。那大家现在看到就是收纳空间降噪，我想可能比较清楚一点。
对，然后这边下面就是刚刚看到那个收纳空间，因为也是旧款的机型，所以没有无线充电板。我们现在迎宾香槟已经到了，是这瓶法国的 RARE 的香槟。对，它有4种香槟可以选，这瓶相当不错哦。而且你看它的香槟非常大杯，这英国人就是酒是不会客气的啦。那几个小趣事跟大家说一下，我们金贵人。我今天搭这个飞机啊，跟我上次就是那一趟去年6月搭的飞机是同一台耶，都是编号 G， 然后 Zebra Z Boy 的 BKL 的这一台飞机，目前是8年了。我上次2024年搭的也是这一台，一模一样同一台。对，银行7879其实蛮多台的，我搭到一模一样，我还就是蛮意外的。然后我刚刚其实紧张了一下，因为上次我搭那一次的时候 WiFi 是坏掉的，所以我担心是不是跟新宇一样，是不是这台机子 WiFi 固定会坏掉。我想说啊，我今天又没有 WiFi 可以用了吗？但刚刚看一下，今天 WiFi 是好的所以银行是有新 WiFi 坏掉是会修的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 WiFi 坏掉跟新宇一样，每次都坏都不修的，对，人家这是会修的，所以今天是有 WiFi 可以用的。然后头等舱旅客的话，当然都可以全程免费使用。然后再就是，如果你是银行，只要是 Executive Club 的会员，不管等级，都可以免费使用文字讯息。这一点也是不错，就鼓励你注册一个会员，你就可以使用免费的文字的讯息 ，message 是没有问题的。那坚果也是有的，这个坚果，我看看坚果是怎么样。这坚果是有热过，它不是冰的。但这品质跟国泰比还是有差，国泰的坚果还是比较好。最后这几趟，因为之后如果说我没有要保 BA 的会籍的话，当然有更多更好的产品可以选择。不过银行这个头等舱，还可以啦，因为它毕竟价格也比较便宜，然后升舱其实也不贵。对，因为银行头等舱在各个机型基本上都有，所以基本上要搭到银行头等不难。那当然，银行现在也在规划新的头等。380头等舱会上，那777的话已经有新头等，上次我搭过一次，从伦敦到纽约。那新头等的话就是有门的了，对，那这个旧头等是没有门的，对，那新头等777 310R 就是飞伦敦纽约的航线的话，头等跟商务都已经改新舱了，那个新舱就没话讲，就不是这种就是交错式的，就是反鱼骨的商务舱也有门，头等舱也有门，整个就大，就是 他们叫 Club Suite 的商务舱就真的很棒了。那7879的话，现在还是旧款的商务舱，不过陆陆续续会改舱啦，可能要1-2年之后吧，才会把这个交错式1排232，大家俗称就是全世界最烂的商务舱，或者全世界最好的豪金舱的商务舱的这样子的配置，会把它换掉。不过上次我在星宇那一集005，我有跟大家聊过这一点，就是各有好坏啦，就是反鱼骨当然有隐私性比较好，可是腿部空间就会卡脚。那这样子的座椅是不卡脚的，当然隐私性就真的差了一点，也没有收纳空间，对，就各有利弊。不过改成 Club Suite 之后，我觉得当然是好很多啦，这个是值得肯定的。那我今天这个座位的话，因为是 1K。这当然是特别大，因为前面是没有人，所以脚部空间是非常足够的。等下我跟金贵人可以好好的睡一觉喽。关于点餐部分的话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刚刚因为我看到 menu 上就是今天第一餐的部分也有牛排，然后第二餐也有牛排，所以我刚刚试图性的问空服员说，那第一餐是不是跟第二餐牛排是一模一样的？他就说哦没有不一样，那个酱汁跟做法都不一样。那我就说那还是第一餐我吃点别的。他就笑笑的就跟我讲说，就是在毕业航班上面 ，the beef is always good。那我就懂了，这也跟我想法是一样，就是英航航班上，如果你搭英航有牛排可以选的话，就推荐你选牛排，他们牛排做得不错，加热的熟度不会太老。那切开是很嫩的，所以有牛排还是选吃牛排好了。那另外鸡跟鱼可能就比较普通一点，对，所以我就秒懂他的意思啊，就是因为毕竟我是高卡会员嘛，所以我会先点餐。那上面他今天其实有写，就是今天的数量，今天头等舱8位客人坐了6位客人。那我是后来升等了嘛，所以 booking 的只有5位。那他上的餐的数量的话，牛排上4份，然后鸡上4份，那鱼的话只有上2份，然后豆腐上2份。所以他就说鼓励我先点牛，那我就说好，那我就先点牛吧。所以也是蛮可爱的。按照我自己吃过经验，我也觉得就他们的牛排的表现真的都非常不错。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搭银行的话，不管商务或头等有牛排的话，就选牛排哦。
好，我们的开胃前菜来了，很妙，果然是上海出发不一样。我们今天开胃前菜是饺子，它是个 vegetable 的 dumpling， 对，是个饺子，但是冷盘呢，我很怀疑这个味道好不好。等下如果不好吃，我会说不好吃。我觉得饺子还是要吃热的，就是这个英国人这个创意太 over 了，就是饺子吃冷的，饺子吃冷的不好吃，饺子还是要吃热的，冷的饺子我不行，那可能欧美人可以，在这个前菜我不行。对，然后刚刚又有一点小 trouble， 跟大家讲一下，因为头等舱旅客是可以全程使用 WiFi， 那 WiFi 它这边有分2种，就是 message 跟可以 stream 的，就是可以看影音的。那头等舱的那个部分现在坏掉，就是登录不进去。对，所以我现在是用会员登进去，只能传讯息而已。我刚刚正在问他说，那头等舱的部分那边不能 log in 怎么回事？可能还是有点小问题吧，就是 WiFi 小问题。再等它解决看看喽，但至少讯息应该是 OK 啦，因为它这台机器其实看起来 WiFi 是好的。那我们就去等下一道，这一道我想就先 pass， 就冷的饺子还是不行。我们第一道开胃前菜来了，是这个，这是用酱油去弄的牛肉，看起来是蛮好吃的。那我们刚刚现在吃前菜，我也换了第2杯的酒来尝试。我现在这一杯的这个酒是 Chablis 法国的。对，在飞机上面喝 Chablis 也不错，它的香气蛮够的。我们来试一口这个牛肉看看哦。有用一点陈皮、柑橘去腌制，就卤牛肉，但稍微硬了一点。我们试一点面包，那我的习惯一样，我都会先试橄榄油。橄榄油很不错。我想欧美集团公司橄榄油都没问题啦。然后试一点奶油，这奶油就输给星宇，也输给法籍的了。奶油弱一点，橄榄油很不错。好，那我们就先吃第一道前菜喽，牛肉的部分。Oh, so nice。那大家刚刚看到他那个倒汤的过程呢，有没有很有趣？因为他看到我在录影片，他就说：“哦，我现在要倒汤的，你一定要 make a video。”我说：“好。”就在英航空服员，我觉得上海线的真的比较好。上次搭伦敦、纽约线的就觉得没有这么友善，跟大家推荐，郑重推荐。如果你搭英国航空商务舱以上的话 ，Starters 的选择有汤一定要选汤，他们的汤做的都非常的好，尤其浓汤类真的非常的棒。今天是南瓜跟姜汁浓汤，味道也真的是应该是不错，我们来尝尝看。南瓜跟姜片完全不违和，非常的不错。然后这个酒的话，这一款我搭的是纽西兰的白酒，是 Sauvignon Blanc 马普罗产区的。那它简介写的很有趣，它就写说，这个酒叫 Dark Point， 然后它是前 Cloudy Bay 的员工出来放的一个酒庄，就好像鼎泰丰的厨师出来开小笼包店一样。因为 Cloudy Bay 就是一个响当当的大品牌嘛，在马普罗产区，味道非常的好。英航的酒学的都不错啦，就是比如说哪个航空公司的长处不一样，像我就举一下华航。华航的话，酒真的就是它最弱项，比起长荣跟新宇啦。对，那英航的酒就真的是也是很强，真的酒真的相当不错。就不管法国酒、英国酒、南非酒、纽西兰酒，选的都是非常高品质的。因为英国的也是一个酒的交易的市场，所以它的酒选的都真的非常不错。对，那来这边就是
多喝点酒，对，就是很棒。所以我今天应该会能把我能试的酒都尽量试一轮。而且飞机上很奇怪耶，飞机上喝不醉耶，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？飞机上喝不醉，那我就来享用我的汤品喽。我们的主餐来喽。主餐的话，我们就当然是要搭配法国的红酒了，因为是牛排嘛。那这个红酒，而且说最适合搭牛肉的红酒，就是法国的沙图的红酒，非常的香，味道很浓郁。对，那还有给这个红酒的酱汁，还给了这个芥末，搭配我们主餐的牛排。对，那牛排还有一些side dish，我们先看side dish好了。哦，就是马铃薯啊、节瓜呀，还有一些豆子，蛮标准的。然后主餐的话是像这样一块牛排，对。我想我们搭配这个红酒酱汁应该是比较好的选择，所以我把这个红酒酱汁先淋上去。好啦，那牛排很重要就是要检查熟度 O 不 OK 的嘛，对不对？金贵人是不是啊？金贵人很爱吃。切的手感有一点不是很对。我吃过这么多次英航牛排，今天是少见的，今天有点 overcook， 太老了，今天太老了。我们来看第二餐牛排会不会好一点？等一下我第二餐跟他提醒一下好了，因为第一餐这个有点 overcook， 这加热太久了。一般来说牛排品质应该是不错，对。side dish 倒是不错，我们家也试一点芥末酱。英航嘛，就是餐点服务还是比之前好一些啦。不过这牛排是真的有点太老了，好吃我觉得说好吃，不好吃我觉得说不好吃，我是很公平的。好，那我们先把主餐用完，那后面还有不能错过的 cheese 甜点、水果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到我们的甜点起司的环节了。要搭甜点的话，怎么能不点 Sauternes 呢？对不对？这种欧级航空公司，法国贵腐甜白酒基本款了吧？对不对？蜂蜜香很浓，很棒。然后我点的是一个 cream brulee， 然后这种英航啊，就是起司盘一定要点，因为起司盘就像这样，对，各种起司都有。然后还会给一盘像这样子的饼干。之前呢，跟大家说个小故事，英航还没有换成豆岸口的供应商餐饮之前呢，那时候以前的英航，大家都嘲笑说，除了冷盘之外没东西能吃。就热食都很难吃啦，那唯一能吃的就是冷盘，冷盘就是指这些起司啊、腊肠啊、饼干这些东西。那因为这是英国人日常嘛，对，所以基本上来银行的话，点这个起司盘是不会失败的。尤其像这个 cream cheese 是非常好吃的，我先尝一口这个 cream cheese， 对，就是这个 cream cheese， 非常的好吃。对，反正起司盘4种起司嘛。你不一定都要吃完，那我推荐它 cream cheese 一定要试，然后蓝起司，然后软起司、硬起司，基本上都有了。反正英航起司盘是很棒的，因为就他们冷食做的是不错。那这餐英航的头等舱的餐食，主餐有点 overcook， 不是很满意，其他部分其实都还好。当然，请大家不要拿国泰或日航的这种标准来要求英航。他会跟你讲说，臣妾做不到，真的做不到。他们不是以吃著名的航空公司。对，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就吃完之后就要去换衣服睡觉。那换衣服的时候，顺便给大家等一下开箱一下浴室的部分、厕所的部分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厕所开箱的环节了。那7879的厕所就跟一般宽体机也差不多，对，就是环境基本上相差无异。所以我们就注重一下备品的部分。那这边备品的话，一样是这个 Elemis 这个品牌的。然后再来就是值得一提的是，这边的话是有给这个毛巾的，对，像这样，它是毛巾，对，就是不是一般的纸巾，是毛巾。然后卫生纸也是有的。然后花的部分，今天
从缺没有放，对，这就是厕所环境的部分，就基本上跟一般皇冠宽体机也差不了多少。那当然不像日航是有免治马桶啦，就是一般的马桶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来换睡衣喽。Thank you very much. Very welcome. 这一班组员非常的 nice， 他刚刚帮我铺床，还摸摸了金贵人，这样拍他2下，噔噔这样子。他还说：“哦，我今天头等舱有空位耶，要不要让金贵人睡一个位置啊？你要吗？我要跟金贝贝一起睡。好，他说要跟我一起睡。好，对啊，就是很可爱。然后他刚刚还说，就是因为今天是我跟我妹一起来旅行，那我妹在商务舱嘛，那他就说要不要给我妹一份头等舱的那个备品。”然后是彩色包装的，我说好啊，所以我妹今天也获得一份头等舱的那个备品了，对啊，蛮不错的。今天这个主人很 nice， 我真的觉得上海出发的真的是比较好，香港出发的我搭过很多次，但不知道就觉得香港出发的组员就没有这么热心，这样说对吗？但反正这一趟旅行还是很满意的啦，就是各位如果有 Google List 的话，其实蛮推荐上海出发的。他刚刚还很贴心的提醒我说，我们今天航程比较长，那中间如果任何时候觉得肚子饿了，随时欢迎点餐吃。但应该不会啦，可吃好饱了。对，其实东西也真的是蛮多的，阿拉卡特。头等舱的服务还是不错的。那这也是我们2025年今年第一趟头等舱。希望2025也能有很多头等舱的旅行。我们现在飞到西伯利亚的上空了，我们快要到哈萨克了。那现在飞行时间大概还有7小时。刚刚吃完餐之后有睡了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带大家来看一下中间我点的东西好了。我点了一杯君静，君静是像是国泰的开这 Delight， 是英航的特调。因为英国就很喜欢喝琴酒，就 Gin Tonic 的东西，所以它是用 Gin 去做的一个 Gin Zing， 我觉得蛮好喝的，我们之前都有喝。然后再点了一盘水果给大家看一下，这是水果盘，当然跟日航比就比较弱啦，但应该就还行呗。然后这边就是 Gin Zing 了。然后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娱乐系统，它的娱乐系统也是比较弱一点，就是比较不灵敏。那它的方式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手感，圆圈圈像是滑鼠一样的功能，不过其实并不是很灵敏。然后荧幕也是可以触控啦，我稍微操作给大家看一下。就操作上面还是要在手把上进行，然后操作完之后，荧幕才会出来，所以没有办法在荧幕上面直接操作。然后这个荧幕的话，以头等舱来说，也不算太大，但也不算太小啦。就毕竟这个产品也是7、8年了，所以如果以7、8年前的钱来看的话，好像又似乎还行。不过我觉得大荧幕上没有触控，然后用这个小的，这个有2个角度啦。因为有的角度是说，荧幕如果太大的话，用手触碰太远，其实也很麻烦，所以就用一个操纵器。但英航这个操纵器并不是很好用，这部分是可以再加强的。对，那以上就是英航的这个娱乐系统的部分，还有我中间点的一些小食的部分跟大家分享。那等一下就会再休息一下，然后再等吃第2餐喽。好啦，我们现在睡醒了，要来吃第2餐了。刚刚中间有跟他要了一些咖啡什么的，然后现在要来真的吃第2餐。那我点的是一个沙拉，那这个沙拉就是英航一定会有常见的 couscous 沙拉，他们很喜欢吃这种非洲小米。对，然后因为刚睡醒起来就先没有喝酒，先来一杯柳橙汁。柳橙汁的品质不错。对，然后主餐的话，我等一下一样选的是牛排。
对，那我们就来进行我们落地前的第2餐喽。我们现在在布达佩斯了，对，应该再过2个小时多，应该就可以到伦敦喽。睡起来的话，这个环境还是蛮舒适的，就是空间真的是算蛮大的，然后睡的话翻身什么的都舒适。不过今天机舱的温度我觉得稍微高了一点，不知道是不是跟日航学坏了，就是机舱里面有一点热。对，虽然这个睡衣其实蛮薄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有点小热这样子。其他部分我觉得一切都好。对哦，不过倒是这个有一点忘了讲了，BA 头等舱没有 serve 鱼子酱，这是个蛮大的问题。对，就顺便跟大家提，因为一般的航空公司头等舱的话，应该鱼子酱是标配，但是 BA 是没有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的主餐来喽。那第2餐的主餐的话是牛排，不过真的是跟他讲的是一样，是不一样的牛排。像第2餐长的是这样子的牛排。好，那我点了一杯红酒来搭配，这一点是黑皮诺，这是加州的红酒，我刚刚试了还不错。我们先来看看第2餐的这个熟度有没有好一点哈。切下去就知道不一样了。这个第2餐的这个牛排就是正常水准了，这个牛排的品质就好很多，嫩很多。刚刚第1餐牛排加热太久了，那个老掉了。对，这个应该就很好吃。我们来试一口。原则上有牛排还是吃牛排比较好啦。如果是银行的话，毕竟很像很多欧美级航空公司都 cost down。常常有时候主餐是吃不到牛的，就因为鸡或猪那些比较便宜嘛，是不是啊，金贵人？对啊，然后鱼也是比较便宜，牛还是比较贵一点，所以能够有牛排吃还是吃牛排。等下饭后还有个小甜点，应该就差不多了。然后我们就会准备去稍微梳洗一下，换个衣服。然后因为我们现在已经飞到刚刚在布达佩斯嘛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布拉格了，嘿嘿嘿嘿嘿。好，那我继续吃。好啦，现在上我们最后一道餐食了。提拉米苏，那还是不放过喝酒的机会，最后再点了一杯粉红香槟当做收尾，然后另外也点了一杯这个 Gin Tonic。这样子的话，我今天的酒就几乎应该都喝差不多了，就是上飞机嘛，就是各种酒如果能喝的话，多喝看看，品尝。那遇到喜欢的就可以自己去买，也是蛮好的。对，提拉米苏我们来尝一口看看这怎么样。不像意式的，它比较蛋糕类的东西，不过口味也还行啦，没有很甜。我现在觉得甜点只要不要太甜都是好事。粉红香槟味道不错，香气蛮浓的。大概剩1小时半，我们就要到伦敦喽。降落前给了这个节庆的巧克力，新年期间，对啊，然后就有一个特殊巧克力给大家看一下。那因为我们点它的降落时间是晚上了。所以窗外应该也看不到什么东西。很美的伦敦夜景，降落的时候总可以看到这种漂亮的夜景。如果是晚上的话，很漂亮。我们就快到伦敦喽，让我们边欣赏夜景，边等待降落。